嘿，各位老铁们，好久不见啊！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胖僧。今天咱们不聊别的，就来好好掰扯掰扯最近刷屏的那个大新闻。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在台湾败诉，入台禁令依然高悬头顶。这事儿啊，可真是让我这心里五味杂陈，想和大家伙儿好好唠唠。说起来，王志安这名字也算是响当当的，可谁曾想，一次在台湾脱口秀节目上的失言，竟能掀起如此滔天巨浪。我记得那段节目画面，他在节目里当着无数观众的面，模仿一位身患罕见疾病的残疾人士，那种带着讥讽意味的肢体动作，那种油滑的语调，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，在舞台上肆无忌惮地抖动着它自以为华丽的羽毛，却全然忽略了那背后是无数颗被刺痛的心灵。那一刻，言语的力量变得如此沉重，它不再是沟通的桥梁，反而化作了伤人的利刃，生生割裂了社会的温暖。这事儿一出，台湾社会那简直就是炸了锅，舆论的风暴瞬间把它给卷了进去。大家伙儿的怒火就像火山喷发，铺天盖地的压了过来。移民署也是雷厉风行，直接就给他来了个入境许可废止，管制5年，不准踏足台湾这片土地。就为了他那些嘴上没把门的言论，这不，王志安不服气了，把台湾内政部给告上了法庭。结果呢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这周5，也就是6月20号，一锤定音，王局败诉了。法院的判决书，那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严谨。法官们白纸黑字的写得明明白白，你王志安老兄啊，是以观光的名义申请来台湾的，可你到了人家地界，转头就跑去录节目了，还说什么无偿参与，就跟游客在社交媒体分享旅游心得似的。法官的意思说白了，就是指王局偷换概念啊。这就像你拿着一张参观动物园的门票，结果一进门就披上兽皮，跳进狮子笼子里表演杂技，还说这是参观动物园的附带行为。法院可不吃这一套，人家说得清楚，录制节目那是专业交流的范畴，你要是真想来录节目，那就得老老实实的申请专业交流许可，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，打着观光的幌子干着别的事儿。这规矩啊，就像天平的两端，一边是自由，一边是责任，少了哪一头都会倾斜。行政院诉愿会之前也驳回了他的诉愿申请，意思很明确，你录节目说那些话跟观光八竿子打不着边，更不是观光的附随行为。所以这次法院的判决完全是维持了之前的决定。虽然王局还能上诉，但我个人觉得这恐怕是难了。这整件事儿可不仅仅是王局个人的祸从口出，它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，对言论自由边界的深思。你看，当王志安在节目中用夸张的表演模仿陈俊翰律师的时候，那份轻蔑，那份无知，就像一把冰冷的刀，狠狠地扎进了所有倡导平权、尊重生命的人心里。当时民进党立委洪申翰、卫福部次长王必胜这些政界大咖都站出来公开谴责，他们的话掷地有声。残疾人士参与政治，那不是为了煽情，那恰恰是民主社会进步的标志，是社会平权的最好体现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煽情不煽情的问题，这是人权，这是尊严。就连节目制作人霍金都赶紧出来鞠躬道歉，承诺要剪掉争议片段，以后会更谨慎。可见，即便在娱乐至上的时代，有些红线是绝不能碰触的。所以朋友们，王志安的败诉，在我看来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法律困境，更是给所有人敲响了一记警钟。言论自由固然重要，它是我们呼吸的空气，但自由的边界永远是不能伤害他人，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更需要我们关注和保护的群体。一个真正有担当的媒体人，一个真正懂得尊重生命的公众人物，他的言语应该像春风化雨，滋润人心，而不是像冬日寒冰，刺骨伤人。我们作为自媒体博主，更要时刻警醒自己，手中这支笔，口中这些话，承载着巨大的社会责任。每一次点击，每一次分享，都可能影响无数人。所以下一次我们拿起麦克风或者敲下键盘的时候，
不妨多问自己一句：我说的这些话是否传递了善意？是否促进了理解？是否真正对得起屏幕前信任我们的你们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稳、更远，也更温暖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